各位早安，我是柚子。那我们今天要准备去镰仓，因为镰仓是我期待已久的一个景点。那边有一个镰仓大佛，还有最著名的江之岛，还有镰仓附近的吃吃喝喝的小吃，都还蛮吸引我的。所以我现在准备要去镰仓，准备要去东京车站搭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早的东京人潮就真的是满满的。可以看到要去镰仓的票价还蛮贵的，可以看一下。然后可以看到早上人潮是真的还蛮可怕的，大家都赶得跟什么一样。最后终于被柚子找到这个往豆子方向和根大船方向开往镰仓的车了。哇，真的有够地下，真的是东京车站真的是有够难找。辛苦了一个早上，终于搭上车了。最后终于下了车站，到达了镰仓。可以看到天气也是相当好。然后接着柚仔现在第一个目标是要先前往去做江之店。然后从车站出来可以看到这车站真的非常的漂亮哦，跟这蓝天这样一起看的话。黄色い線の内側まで下がってお待ちください。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the train is arriving. Please stand behind the yellow line for your safety. Thank you. 我们现在坐在这个江之店，现在就是要往镰仓高校前进。オレンジは右側です。现在柚子下车站到这个镰仓高校前，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大海，哇，真的是无敌的美。但是看了会不禁让人家赞叹，今天出游真的是绝对是正确的选择，而且还是早上来，哇，整个那个阳光洒在那个海面上，哇，真的是，哇，那波光粼粼，有够漂亮，真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的阳光。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准备，因为天气也是有点热了，所以要准备要走去那个著名的那个景点啦，然后可以看到哇，前面就是著名的《灌篮高手》平交道了。柚子待会也要过去拍，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著名的《灌篮高手》平交道就在我们眼前。哇，配上今天早上这个好天气，早上来拍真的会更好。下午拍的话，可能就是会拍到夕阳了。就稍微比较没有返回像动画那样子，那个 OP 那个场景。可以看到这个香南的海真的是非常的美，又很适合去冲浪，玩一些水上活动。难怪当年那个麻辣教师 GTO 啊，或者是灌篮高手，都可以以这些去当背景去做这个题材，去做一些青春热血的一些漫画出来。最后拍完平交道，带大家来看一下香南这边的海。哇，他们的海真的是很蔚蓝啊！哇，真的是
用一句《航海王》里面的那一句话讲，叫做 "All blue"。不过最主要还是要感谢老天给我好天气啊，因为本来我要出发来日本之前，真的很怕遇到台风，因为去年的10月中旬的时候真的有台风哦。还有最近真的可能是秋老虎发挥吧，还是日本秋老虎发挥，然后一连好几天都是好天气，而且又不会让你觉得太热的那一种。这边江之岛的气氛真的非常的好啊，很推荐可以一边听着《灌篮高手》的 OP 那一首，好想大声说喜欢你，一边听一边走，会觉得很有青春热血的感觉。然后说幼仔准备要去江之岛的车站那边，去那边看一下那边有什么东西。这里可以看到，天上有这个像老鹰的鸟吧，然后不能喂食它。然后我们之后再继续往前走，哇，可以看到江之岛在过去那边的海岸线是真的很漂亮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邀月海岸的月牙湾，哦，但是弯得很漂亮。紧接着，幼仔准备要过这一个江之岛大桥。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方向那边是可以搭船的，感觉蛮有趣的。接着已经走到江之岛大桥了，肚子已经饿到咕噜咕噜叫了。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海岸非常的美啊，然后再继续往前走，哇，可以看到江之岛的闹区已经到了。现在幼仔到了这个江之岛的闹区了，商店街可以看一下。我应该会去找一碗问仔鱼的饭来吃吧。肚子还蛮饿的，有看其他 YouTuber 的介绍，我就觉得感觉还不错，可以去吃吃看。然后可以看到这边有卖问仔鱼这个冻饭，现在在找有没有生的。然后这边就有看到有生的问仔鱼的冻饭了，那我就决定选这一家来吃了。之后走到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江之岛神社，是大正时期就盖好的。然后这边有看到香兰蜡烛，如果待会比较有时间的话，可能会考虑来上去看一下风景。最后因为吃饭时间等太久了，就上来神社这边看一下，就发现这边就是可以取水，然后先进口净手吧，然后待会就要去神社参拜。然后我们这边看过来可以看到神社要进拜的话，还是要排队，所以我们可以从神社这边的方向往下看，风景是还蛮不错的。因为下午柚子还要去镰仓，所以的话，接下来这边蜡烛的行程就不逛了。而且我现在要过去赶吃我的饭，之后排队排了快1小时，终于可以吃到这生的温汉移动，看起来就还不错吃的样子。哇，它口感比你在台湾吃的那些煮过的温汉移还要好吃然后生的还不错。配合酱油的话，而且我这样子冻饭，他还送我一碗味噌汤，才1280，就其实也不会说太贵。然后旁边可以看到江之岛的天然温泉，其实柚子也是蛮想过去泡的，可是如果我去泡的话，我的镰仓之旅就别想去了。所以的话，真实旅游就是像这样子，总是要做一些取舍，不然就是下次再来。之后幼仔要准备回去江之岛电铁，赶快坐去镰仓了。
因为那些神社啊，如果你要逛像那个大佛啊，不然就是待会要逛的神社，可能有的都开到4点半而已，现在1点半，所以就是还是要继续赶路中。然后我们终于回到这个江之岛车站，现在就要准备出发往镰仓。接着幼仔临时在长谷站这边下车，要准备要去看大佛，因为刚在电车上正好旁边的人让我有提到说，大佛站到了，那我差点就要坐去镰仓，然后再从镰仓走去大佛那边，傻傻的。之后走了一段路，现在幼仔已经快要到大佛地了。接着我们跟着人群走。就终于可以看到传说中的大佛了。哇，让我想起以前去八卦山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有一尊大佛，蛮怀念的。只是说这边比较不能看夜景，八卦山是可以。之后我们就近一点来看大佛这个真面目。大佛静思沉坐，眼神是向下。接着我们准备进去大佛的内部参观。想象还要暗哦，然后可以看到大佛里面其实是中空的。好，这个就是后面它背部2个窗台，然后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说明牌只说大佛是镰仓时代的中期那边建造的，大概距今750年前。离开德高望重的大佛之后，又在准备要去下一个地方。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日本的房子，哇，真的是很漂亮啊！这个那边就让我想起大雄的家这种感觉，虽然说不是啦。然后我们可以再往前面再看，真的是很干净整洁，也有秩序。这点台湾的未来也是要好好学习的。接下来再走一小段路就到千禧神社了。其实它上去的路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可怕。不过的话，就是晚上自己来的话，可能就要自己小心一下，因为好像几乎没有什么路灯。最后要到神社，要走一个小段的上坡。还好幼仔选择放弃看江之岛的蜡烛，有没有选择来千禧神社？现在已经4点了，只剩半小时，可是还是要赶快进去。现在幼仔就先买了线香了，准备要来点香。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洗出来的钱真的是光泽变得还蛮好的，而且整个钱变得也比较轻，冰冰凉凉的感觉，很舒服。
最后幼仔把刚洗完的钱花个500块来买这个手部小判，祝幼仔之后金钱旺旺来。然后洗完钱之后，心情馆舒畅了许多。接下来幼仔准备要去下一个目的地。然后幼仔现在回到镰仓车站了，他待会准备去小前町那边吃点东西。然后我们看到有日本的和尚，像我们在台湾就看不到是像这一种戴着斗笠的和尚在路上。那像正常人来镰仓，通常第一站都是去小前町这边啊。那我这次是反其道而行，是先去江之岛，先去拍那个电影，先去拍那个《灌篮高手》那边。因为毕竟《灌篮高手》那里的吸引力真的是太大了，而且早上去拍人也不至于过多。然后我们到这个小前町了，然后接下来就准备去找吃的。然后可以看到左边这边卖可丽饼的，他现在是卖那个硬皮的可丽饼。竟然没想到日本这边现在连硬皮的也有，因为我看小前町它的正餐都还蛮贵的，所以就吃这一家便宜的就好了。然后可以看它的温阿姨还有炸的，就还不错。结果现在是平日6点多，镰仓这边好像街上就比较少人了，这点蛮让我有点讶异。吃饱了以后，柚子接下来准备逛这边小前町的八幡宫。接着我们往前走就可以看到鹤冈八幡宫。然后到了晚上一样也是有人过来参拜。其实偶尔来逛一下晚上的神社也是蛮有风味的。然后再往后面走就可以看到主要的宫庙跟神社了。那个八幡宫就在那边，不过柚子就不上去了，因为待会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地要赶。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八幡宫前面这条路哦，如果现在是春天的话，这边应该都是开樱花吧，应该会整条路蛮漂亮的。可惜现在柚仔来的是秋天，所以比较不能看到。不过一样可以感受到它设计这条路的用意。然后又回来小町通。可以看到，真的是店家几乎都关了，所以平日要逛的黄金时间可能就只有5点多吧。这让我想到去台南逛安平的时候，他们也是大概7点那边就关了。不知道是该说是生意太好，还是没有生意。然后这次幼仔久违来到这个镰仓，他就没有像横滨啊、东京这些大站，就一堆月台。然后在那边自己努力去分辨自己该做什么，就很简单。这次就直接做第2月台。然后我现在目标要去大船，因为待会要给各位看一个很有趣的东西。然后我们来到大船车站哦，这边比想象中人还要多。接下来柚仔准备要去做这个湘南monorail。湘南monorail，因为它是蛮有特色的那一种吊轨式的单轨，所以我现在要去做看，趁这个来镰仓的机会。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船车站附近的闹街哦，这一家蛮像摩斯汉堡的，刚看了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吊轨电车它的真面目，哇，这才是粉红色的，有点烧了。富士見町です。お客様にお知らせいたします。車内および駅構内で不審物を発見したときは手を振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湘南列车过去了。这个台南未来可能考虑要做这一种
单轨吧。可以看到这一种单轨列车，它的轨道其实还蛮细长的，还蛮漂亮的。而且其实实际去搭乘，柚子是觉得是不会恐怖啦，就像我们一般在坐那个捷运单轨那种的感觉。最后，柚子坐完湘南单轨电车之后，就即将要结束今天的影片了，即将回去东京。然后也感谢各位的收看。然后喜欢我的像我这样子自由行、随手记录日本旅游生活影片的人，都可以订阅跟开启小铃铛。最后也感谢你们的收看。